这是一部最专业、最接近实战的电影，是华语目前最精彩的 MMA 格斗电影，融合了柔术、拳击、摔跤等多种格斗风格的 MMA 动作风格。其中有柔术动作三角脚、柔术转弯十字固、基础扫技 Spite Guard、经典剪刀腿、背后裸脚，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重案组的马军致力于抓拿犯罪分子，有着全队最高的破案率，却依然只是一个小警员。因为身手不凡的他，由于抓贼心切，常常出手过重。回归前的香港特别的乱，黑帮、走私、犯罪猖獗。目前最猖狂的就是越南帮的三兄弟，三兄弟都是越南人，个个心狠手辣，在香港打出了一片天。最能打的就是老二汤尼，老大阿扎特别喜欢跳舞，一个老外把阿扎妞给抢走了。阿扎倒了一杯酒，就将酒瓶扔向了他。这时马军带人来查牌，一个叫华生的小弟替大哥背了锅，还拿酒泼向了马军。马军这暴脾气能忍，直接用大外哥将他摔倒，来了飞身腕十字固，导致华生住了2个月的医院。而这个华生其实就是警察安插进去的卧底，是三兄弟的司机，对自己人都这么狠，这样会没有朋友的。2个月过后，三兄弟在高尔夫场玩耍，一群人找上了他们，原来是3人私吞了他们的货，对面的老大阿山要干他们。阿虎对他说：“你千万不要乱来，要不然我会打死你的。”阿山却不在乎，要让汤尼出来。汤尼拿起凳子就砸向了他，在人群中乱猛打，一群人都打不过他一个。上面的老大对他们很不满意，要将三兄弟赶走。汤尼却一点都不怂，如果有人要赶他们走，他们就要打。阿扎要将老大的儿子给撞死，威胁他们别管这件事。老大只能妥协。华生这边将自己的女朋友秋迪叫到了家里。秋迪在酒吧卖酒，2人的感情非常的好。三兄弟这边不打算放过阿山，老三阿虎拿着一把尼泊尔来杀他，阿山被砍了几刀。这时警察来了，华生赶紧带着他逃走。阿山为了活命，答应做污点证人，要供出三兄弟犯罪的证据。黄警官把华生和马军叫了过来，商量怎么抓到三兄弟。他们先是把3位老大叫了过来，这天刚好是三兄弟母亲的生日。他们母亲患了老年痴呆，老大阿扎非常的孝顺。汤尼发现其他人都没来，觉得事情不对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阿扎。阿扎带着母亲离开这里，其他人负责去拿钱。阿扎带着母亲去码头，警方开车在后面追击，母亲在车上坐，阿扎不能开得太快，他被警方给逮捕了。在拿钱的时候，华生偷偷给马军汇报了情况，结果被汤尼发现了。汤尼没有拆穿，在车上他给马军打了电话，华生知道自己暴露了，赶紧跳下了车。汤尼将他撞下了山崖，华生被人送到了医院。秋迪赶到医院大闹了一场，马军拦住秋迪，告诉了他华生也是警察。马军把三兄弟的母亲安排到了养老院。阿扎到了监狱还不老实，直接在里面招起了小弟。法官列出他的罪证，他不认，法官只好将他交到别的法院。华生已经出院，却废了一条腿。马军给他安排了个文职工作，华生却不满意，当了几年的卧底，废了一条腿，结果就得到一份文职工作。汤尼让人给阿扎带话，他和阿虎会在上庭之前回来，他要把所有的证人给灭掉。他们先是在烧鸡里放了定时炸弹，要送到了华生的家中，大家都在这里帮助华生搬家。一会儿烧鸡就送了过来，但大家一直合照，导致烧鸡凉了。黄警官要把烧鸡给热一下，炸弹爆炸，黄警官直接被炸死。秋迪昏迷不醒，华生这下傻了，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抓人，那就自己来办。华生将外卖员带到郊外，暴打了他一顿。马军拦住了他，这样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其他的3个证人都被汤尼解决掉了，就剩下华生这个唯一证人了。马军回到医院进行了严密的部署，要保护好华生。阿虎伪装成清洁人员混了进去，他和马军在电梯相遇。这时华生也走了过来，阿虎要掏枪打死他，马军将他踹退，将他给压制住。一个女警察进去帮忙，却被乱枪打死。阿虎趁机逃了出去，马军拼命追赶，汤尼趁机将秋迪给带走了。他打电话给华生，让他不要做证人。马军这边追上了阿虎，阿虎抓住一个小孩，威胁马军把枪给扔了，但阿虎还是没有放过孩子。马军这下怒了，抓住阿虎用膝盖猛磕，阿虎挣脱后开始反击，却一直挨打。马军一记左勾拳将他打晕，接着一招德式后桥背摔将他摔得不省人事，之后坐在他身上将他活生生打死。平静之后，他赶紧给华生打电话，让他不要信汤尼的话。华生对他说：“我没得选。”果然，华生以失忆为理由未能作证。由于证据不足，阿扎当庭释放。阿扎抽着雪茄潇洒离开。
他给汤尼打电话时，马军出现，将他狠狠地摔在了铁栏上。他逼汤尼说出了地址，汤尼非常生气，对着华生一顿暴打。马军押着阿扎来到了这里，要交换人质。雇佣军将华生和秋迪带了出来，两人游船过去。屋顶的狙击手一直盯着他们。马军上岸后，汤尼对华生开了几枪，马军直接将阿扎的耳朵打下一只。他迅速移动，不让狙击手射击。阿扎找机会挣脱开来，他捡起一把 AK 扫向了马军。马军趴在地上快速移动，他先解决掉了屋顶上的狙击手。汤尼拿着散弹枪朝他猛打，马军拿着狙击枪赶紧逃走。他躲在树后展开反击，阻挡他们的进攻。他移动速度很快，汤尼根本打不到他。马军趴在草丛中隐藏自己的位置。华生不愿意留下马军一人，他将秋迪留下，自己要回去帮马军。阿扎找到马军的位置，对着一顿乱扫。危急时刻，华生将他撞飞，马军在空中对他开了一枪。华生抱着阿扎打了起来。雇佣军要开枪时，马军就是一枪爆头，但汤尼还是打中了一枪。马军和他展开了对射，汤尼子弹打光，只能逃走。马军在阁楼追上了他，开枪时却发现也没子弹了，两人只好展开肉搏。汤尼用泰拳快速打向了他，马军先进行防御，汤尼一个扫踢将他给踢退，接着借助墙体踢向了他。马军抓住他一条腿，将他摔在了地上，来了个转弯十字固，但被汤尼挣脱开来。马军用 Spider Guard 让他无法近身，他抓住机会对汤尼用起了地面三角脚，用腿锁住汤尼头部。汤尼用力站起来就是一顿暴摔，接着将马军狠狠地扔在了铁杆上，两人从高楼上摔了下来。这时汤尼的母亲走了过来，马军没有在他面前动手，等母亲走后，两人继续展开了肉搏。汤尼用泰拳狠狠地打向马军，马军用腿反击，朝他猛打过去。这一段真是拳拳到肉，看着太爽了。马军找到机会，连续几个箍颈袭击，汤尼用肘击将他打退，朝他猛踢了过去。马军要抱住他，却被汤尼挣脱，猛地一记肘击将他差点打晕过去。汤尼趁势追击，一脚将他踢飞。马军被打得口吐鲜血，但汤尼不打算放过他，朝他踢了过去。马军找到机会，连续几次将他摔在了地上。等他起身后，就是一套快拳，汤尼只能被迫防守。马军一个高鞭腿将他打退，接着就是左勾拳，打得汤尼毫无还手之力。马军一个剪刀腿将他打翻，用泥板进行膝固，再转 Achilles Locker 进行足固，这一套疼得汤尼大叫。等他起身后，又是一个抱摔，接着又是一个剪刀腿。马军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，用衣服包住他的头，对着他猛打。汤尼脱离后，马军一记左勾拳加右勾拳，将他打得直吐血。见大势已去，汤尼就要逃走，马军用剪刀腿将他压倒，用起了背后裸脚，双腿勾住对手腹股沟，让汤尼无法挣脱。马军最后将他绑了起来。三兄弟终于抓到了手。导火线是由叶伟信执导，甄子丹、古天乐、吕良伟、范冰冰、邹兆龙等人联袂主演的动作警匪片。这部电影是我看过最专业、最接近实战的电影。里面的演员也都有拳拳到肉的真功夫。作为动作片，导火线最大的亮点是融合了柔术、拳击、摔跤等多种格斗技巧的 MMA 动作风格。整部影片充满了许多令人肾上腺素激增的动作场面，让人看得非常的爽。为了拍好本片，甄子丹特意请来韩日美泰等诸国搏击高手，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才设计好影片的整体武术风格。主演们也是有着真功夫，他们在电影中都是真打，这一打得兴起，难免会有人受伤。吕良伟饰演的阿扎右手骨膜和韧带都受伤了，大腿肌肉也造成撕裂。释行宇饰演的阿虎和甄子丹的打戏非常激烈，他被甄子丹打得很惨，耳膜被震穿，更是被踢到脱臼。电影最精彩的打戏就是最后邹兆龙和甄子丹的对决，两人的对决无比专业。邹兆龙用的是泰拳，用到了许多的肘击，甄子丹则是现代化的 MMA， 用到了许多的技巧，其中有柔术动作三角脚、柔术转弯十字固、基础扫技 Spider Guard、经典剪刀腿、箍颈袭击，最后的背后裸脚更是非常的专业，双腿勾住对手腹股沟，让对手腰部和腿部无法移动，这样这个裸脚就无解了。两人打得非常激烈，邹兆龙其腰部和腿部都受了伤，就连古天乐都要亲自上阵，被甄子丹一顿暴打。主演甄子丹身上的伤更是严重，尾龙骨至盆骨部位更因伤患被压缩成7字形。为了把这部电影给拍好，甄子丹是多么的拼命。等他们这些武打明星老后，现在的明星还能拍出这么精彩的武打电影吗？这让人感到怀疑。虽然在武戏方面极其出色，但是剧情方面就显得很不好。上映后仅斩获3450万，
可能是电影的动作理念显得太过专业，一些观众看不懂，他们觉得这样的柔术技巧很无赖，还不如叶问中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。但我认为这个电影是一部很好看的香港动作片，以后会成为经典的。金像金马动作设计双料最佳，无疑是对本片最大的肯定。那么你对这部电影怎么看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一哦。阿斗说片，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